你好，我是 Alex 阿力，相信大家都看到新闻了，爆炸头 SBF 以2.5亿美元的巨额保释金获得了保释。那么呢，此刻他可以待在自己家里，定期的去看心理医生，还可以去打游戏。我相信这一刻有良知的任何人都会感到不舒服，尤其是在 FTX 交易所丢掉那么多钱的朋友，甚至有人都是倾家荡产，那会更加的难过。那么这么一个金融诈骗犯，凭什么说保释他就能保释呢？说实话，我看到新闻之后也是非常的愤怒，但是不得不承认，这才是真实的美国。真实的美国的司法系统它就是一个笑话，美国其实也就是一个笑话，只是为有钱人而打造的游乐园。但是话说回来，我们普通人为了能够活得更久更舒服，必须要努力搞钱。如果你问我在即将到来的复仇大战中支持谁，我内心深处是支持良知和正义，但是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正义。如果说美国的司法系统不干正事的话，我支持能够干掉美国司法的任何力量去干掉他们，这是我今天超级想吐槽的事情。那我们今天的视频的主要内容来分析一下 SBF 背后这么大的力量，在他保释之后，这些背后的力量会怎么对付币安和 CZ， 是不是要来一场世纪复仇大战，以及我们大家如何在这场战争中获利。好，我是 Alex 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视频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的点点滴滴的影响。另外呢，我在电报有个会员群，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内所有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感兴趣的朋友请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我们之前都知道 SBF 是美国民主党的大金主之一，公开资料显示2020年大选 SBF 通过 Alameda Research 向拜登团队捐款550万美元，2022年中期选举向民主党团队捐款7000万美元，向共和党团队捐款4000万美元。这些呢只是公开承认的数目，对于真实的捐款的总额呢，我相信马斯克呢会更加的了解。他发推文称 SBF 可能是为民主党贡献了超过10亿美元， SBF 捐赠4000万美元以免因盗取100亿美元而入狱，这是有史以来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交易之一，但这只是公开披露的数据。他对民主党选举实际支持可能超过10亿美元，钱去了某个地方，那么去了哪里马斯克并没有指明那我相信他掌握更多的信息，但是他目前还不会傻到公开信息。至于问这些钱怎么到达美国政客手里的呢？别问也别去研究，谁知道呢谁就活不成。我们目前看到的信息呢，就是 SBF 的10亿美元达到了效果，纽约州的联邦法官批准了2.5亿美元的保释金的申请。目前很多英文的博主都在计算 SBF 以及他的父母是否能够短时间内凑够2.5亿美元，我觉得他们都多虑了我们有句古话，有钱能使鬼推磨， SBF 短短3年内搞没了100亿美元的客户的资产，这些资产拿出来了1/10，给美国政府各个部门打点，拿出来更少的一部分呢，在巴拿马购置房产。那么大部分的资产呢都被 SBF 藏起来了，至于藏在了什么地方，我认为呢还在币圈，还在比特币和以太坊里边。所以说紧接着呢会有一波抛售，去凑够这2.5亿美元的保释金，去凑够这些钱。那什么时候去抛售呢？我觉得呢要等这个 SBF 回到自己家里面，安定一下这些天在监狱里面的这些不良的情绪，泡个热水澡，打几局撸啊撸之后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还发现美国证监会 SEC 和期货委员会 CFTC 呢也是跟 SBF 眉来眼去。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想合法的去做加密货币的生意是多么的困难，多少人想发行比特币现货 ETF 基金总是被 SEC 默默的拒绝。这里面呢也不乏一些财团大公司，但是呢你对政客的政治现金不到位，或者是你压根就没有资格去送这个政治现金，你就不会得到好处。我们看到FTX 在短短3年内拿到了数十个的牌照，收购了很多的公司。那其他的公司除了灰度基金鬼使神差的拿到了一个牌照之外，那其他的几乎都是拿不到的。可能很多在大陆的朋友不太明白这个逻辑，不是说美国是灯塔国吗？为什么也是暗箱操作如此的腐败？那么我这么回答你美国政客他也是人，也有7情6欲，也需要吃喝拉撒，是人呢就有人情世故，
贪婪腐败的一面。只不过呢，和对面的中国对比啊，一个是隐性的症状，一个是显性的症状。我们这么举个例子啊，如果说你在大陆，你非常的有钱，你想要用钱来砸出一条路子，来打通上层的政客，那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但是呢，在美国，如果说你不在他们的圈子里面，纵然你有万亿美元的资产，那也是没有人会带你玩的。CZ 呢，目前呢就是属于这种不被美国政客正眼瞧的圈外的人士，而且要命的是 CZ 还点燃了 FTX 炸药包，这导致了美国政治黑金的一条大路被切断。早就被美国政客恨之入骨的 CZ， 再加上这一次的这个捅了马蜂窝，炸了这个财路，所以说我们才看到这个月月初持续到现在的集中火力的发的币安和 CZ 的情况。是 SBF 在复仇吗？并不是，是美国民主党和部分的共和党人集合起来在复仇。那 CZ 貌似当初呢在搞 FTX， 殊不知他在对抗的是美国政府，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SEC 和 CFTC 为什么会对加密行业的态度如此的暧昧呢？我们通过观察呢，发现呢他们总是对加密行业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他们的这种监管的暧昧的态度，到背后到底是藏着什么样子的阴招呢？我相信呢，他们是在培养一个自己圈子里的小阿弟，来收割全世界可怜的币圈的韭菜，一轮又一轮的收割啊！突然呢，杀进来一个愣头青 CZ， 而且呢是 FTX 最开始的大股东，那也是 SEC 和其他部门默默调查了4年，掌握了大量证据的币安的创始人。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CZ 在最开始引起发的FTX 的时候， SBF 曾经得意洋洋地说过，我可以自由地进出美国首都华盛顿，你 CZ 可以吗？ SBF 说的没错啊，他在今年10月份之前呢，在华盛顿可谓是大红人，是 CZ 求之不得的一个状态。我相信 CZ 呢一定也做过无数次的尝试，但是呢无奈他生了一张黄皮肤的脸，长得就是政治不正确，你进不了这个圈子。那么现在大红人倒下了，他手里是不是有很多行业内不方便公开讲出来，但是呢可以给美国监管机构的这些信息？一方面呢可以抵消罪行啊，拿出来就是戴罪立功；另一方面呢可以一举打垮对手。一旦 SBF 手里的证据和信息被监管层掌握了，或者 SBF 干脆呢就做一个污点证人，那么币安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下场呢？我暂时呢是找不到合适的例子来给大家这个做对比做比照，但是呢可以想象币安呢会受到制裁，币安美国可能会面临解散，币安在美国的财产呢也会面临被扣押的风险。 CZ 目前在迪拜呢是无法被美国政府去抓获，但是呢不代表永远抓不住它，只要美国政府有实锤证据证明 CZ 或者是币安帮助过伊朗、朝鲜或者是其他的邪恶国家处理过资产转移，这就是赤裸裸的恐怖主义，就可以定点消灭了啊！我相信呢，一场复仇大战即将拉开序幕。那就在我刚刚把这个相机放在这儿的时候啊，我就看到一条消息说，美国的 DEA 正在调查币安。DEA 是什么呢？是美国的缉毒局。那美国的缉毒局似乎掌握了一些币安帮着大毒枭去转移资金的证据。那么我们拭目以待。再次表明立场啊！我在这一场这个复仇大战里面没有任何的立场，两边的队呢我一边都不站。但是呢，曾经有那么一个瞬间呢，我非常想支持 CZ 去干掉美国人，干掉犹太人。但是这个念头呢很快就被打消了，因为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屌丝。在任何一次币圈战争中，我们普通人要做的呢，就是先保命，其次呢，才是找机会呢，去狠狠的赚他一笔。有钱不赚王八蛋。在别人着急忙慌去站队的时候，我们普通屌丝们一定要比他们去高一个维度啊，不表态不站队，然后呢，再看有没有发财的机会。那保命怎么去保呢？首先呢，一定要去提币。一旦复仇之战打响，很多交易所都会受到牵连，我们一定要提币。我说了很多次了啊，大家一定要行动起来。至于说发财的机会呢，一定是 BNB 以及其他的平台币，找机会呢去做空它们。这应该是本轮熊市最后一次大机会了。2020年我们经历了2次大的机会，一次是 Luna 崩盘，一次是 FTX 崩盘。我和我的会员朋友们一次呢都没有错过，甚至呢经常看我节目的朋友也提前抛售了手里面的 Luna 和 FTT， 以及从 FTX 去取款
提币出来逃命了。那这一次的复仇大战，我相信会从币安开始，我会在新频道每天更新币安的状态，一旦发现情况不妙，立马加仓做空。希望大家都去关注我的新频道力哥交易日记。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如果说你觉得对你的投资和思考有所帮助，请点赞这个视频，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再会，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Peace。